我叫沈西薇，今天是我和陈舟在一起3周年的纪念日。今天求婚现场的布置可都是最高规格，就连玫瑰花都是从意大利空运来的。是呀，谁让西西姐是周哥心上的白月光，等了整整3年的人。他还是要给我求婚的惊喜吗？嗨，好像来了，我来了。这么快就来了？各单位都准备好啊！好。哎，长姐。卡，这谁呀？这人不是沈小姐吗？谁呀？是啊，哪儿来的部长演的敢冒充西西姐？白总，公司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收购8家。白总，您的妹妹找到了，有人来信说在嘉豪别墅附近见到了您的妹妹。嘉豪，那不是那个废物宁晨舟要跟我求婚的地方吗？叫上所有保镖，跟我去见妹妹。是。我就是西西啊，沈西薇。真可笑！以为是自己说的。你算什么东西？一条舔了我3年的狗，也别幻想我跟你求婚。还以为是西西来了，白期待一场。沈西薇，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一个底层垃圾还妄想嫁给我们周哥。笑死！周哥的求婚对象可不是你，是周哥的白月光，白氏集团的千金白希瑞。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像西西姐，你这种货色，凭什么能进我们上流圈啊？就这么不自量力，还想吃天鹅肉？陈舟，不是这样的，你快告诉他们，你今天就是要跟我求婚的。你不是说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吗？西薇，我不这么说的话，你会来吗？为了这场求婚，我找郭总借了500万，还不上，就只能拿你抵债了。真是有如天助，当初白总立下遗嘱，只要您在您妹妹22岁生日前找到她，就能共同继承她的1000万遗产，否则白家就只能落入季夫人宁玉珠手里。是啊，3个月后就是我和妹妹22周岁的生日了，只有我们的钥匙合二为一，才能打开白氏股权的保险箱，真正的继承白氏。白总，您的妹妹就在这里，走。你一个孤儿院长大的穷酸货，还妄想我跟你求婚？要不是郭总说看上你，想跟你玩玩，我才懒得浪费时间骗你过。陈舟，你不能这么对我！放开！你放开我！放开！宁晨舟把你当了3年替身，可我不一样，为了你，我可连500万都不要了。只要你愿意跟我，我回家就跟那个不下蛋的黄脸婆离婚，到时候你再给我生个儿子，我就疯狂的娶你。你放开我！人呢？可能是定位系统出了问题，大儿小姐一定就在附近。给我分头去找，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我妹妹。是。白总，这栋是小宁总租的别墅，你要不要先进去看看？别了，不要浪费时间。是。白总，都怪我才看到小宁总发来的简讯，说已经找到您妹妹了，就在306这栋。真的吗？啊，那你们赶紧回去给我妹妹安排欢迎会，我要去接我的妹妹回家。是，走。你给我放开！放开我！
行了。哎呀，西西姐来了！快来！哎，西西，我终于等到你来了，你愿意嫁给我吗？嫁给他！人呢？主公，不好了，西西姐来了！不行，要是让西西听到沈西妃胡说八道，知道我们这3年的关系，她肯定不会答应我的求婚的。到时候和白氏合作的项目，还有姑妈的大计，我一个都完不成。顾总，白希瑞的大小姐脾气，您在圈中肯定也有所耳闻。她要是闹起来，肯定会坏了您今晚的好事。不如就先委屈您，先带着沈西薇到窗外避一避。妈的，晦气！不要！走！我不要！放开我！放开我！放开！这世上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抗得了这么浪漫的布置。西西现在心里肯定已经乐开花了吧？我妹妹呢？我问你，我妹妹呢？你敢耍我？你根本就没有找到我妹妹，是不是？西西，我只是太爱你了，才出此下策，想让你过来见我一面。你下次再敢出此下策，我就让你在海城彻底消失。放开我！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白家权势滔天，要是让白小姐知道你跟她男人纠缠了3年，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是妹妹的项链，她居然真的在这儿。别动！你想叫大声点，把所有人都叫上来，看看咱们的活春宫是不是？有本事你就大声叫，最好把白小姐叫上来，到时候她知道了你勾引她男人，看她怎么折磨你。你放开我！你放开我！谁能来救救我？难道我的一生真的要被毁在这里了吗？谁的？这是谁的？不知道。这屋里刚刚还有别人，是不是？这项链是谁的？我绝不能让白希瑞知道我和沈西妃的关系，否则白宁两家的联姻就彻底泡汤了。那是我的。西西，刚刚屋里就只有我和他们，既然无人认领的话，应该是哪个服务员掉的。你别让我知道你在骗我，否则别说是你，你整个宁家我都不会放过。白小姐，郭总，你怎么在这儿？是郭总说觉得屋里太闷，想出来透口气。对，小宁总说的对，太闷了。郭总还真是好雅兴啊，站这么高，小心失足粉身碎骨啊！还有你要敢有事瞒着我，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早晚有一天，你和白家都是我的。沈西为人呢？赶紧把他带走，免得再让西西看见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别过来！你别过来！老子可是下了血本了，你这会儿让老子别过来，啊？是我脑子有问题，还是你脑子有问题呀？答应你的是宁晨舟，我现在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谁不知道你舔了宁晨舟3年了？他让你做点什么，你比狗都听话。来吧！你放开我啊！你放开我！来吧！你放开我！你放开我！臭婊子，你给我站住！给我抓住他！站住！给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别跑！像，太像了。如果不是亲情，他怎么会跟我长得这么像？哎呀，这不是白希瑞白大小姐吧？原来他就是宁晨舟等了3年的白月光，难怪宁晨舟会让我做替身。原来我们真的长得这么像。多谢白大小姐，帮我抓住这个贱人。他呀，是你未婚夫宁晨舟送给我的礼物，不听话还打伤了我，我得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训教训。他出身高贵，比我天差地别。如果让他知道我跟宁晨舟的关系，他还会救我吗？人我就先带走了啊，就不打扰白小姐和小宁总的良辰吉日了啊！站住！这是你的吗？放开我！那是我家人留给我最后的东西了，放开我！放开我！什么破烂玩意儿啊！一看就是便宜货。哎，把他给我起来！白大小姐，他就是个贱货。这3年他趁你不在，仗着跟你有几分相像，就勾引你未婚夫宁晨舟。我这么做也是帮你呀。你说宁晨舟这3年对他做了什么？你也看出来了吧？他跟你长得这么像，你不在的这3年里啊，小宁总就拿他当你的替身，花言巧语哄他当了3年舔狗。畜生！一群畜生！啊！你们都该去死！快走！到姐姐这儿来。从今往后，有姐姐在，不会有任何人再敢欺负你。姐姐，妹妹，妹妹。大小姐，亲子鉴定，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哎，忙活了这么半天，
还得罪了小宁总，没想到就找到了个冒牌货。不过白总，你也别气馁，离您妹妹22岁还有3个月，还是有希望找到二小姐的。吃里扒外的蠢货，造假都不动动脑子吗？同一物种，亲子吻合度至少都要90%，你在上面印0.001，你是在骂我不是个碳基生物，还是欺负我读书读太多了？真的鉴定报告呢？拿出来，拿出来！白总，我也是被危险了，是宁玉珠，是他告诉我，如果我不这么做，他就让我滚出公司。你以为你帮了他就能留下了？那我现在告诉你，从今天起滚出海城，别让我再看见你。啊！白总，再给我次机会吧！走，白总，我真的错了，再给我次机会吧！你醒了，白小姐，谢谢你帮了我，我都怪姐姐不好，是姐姐来晚了。亲子鉴定99.99%，你是我的亲姐姐。你是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谁知道你失忆了，竟然还被送到了孤儿院，一定是宁玉珠那个贱人。宁玉珠，你先不要管那个贱人了，姐姐自会处理的。从今往后，你就是白家二小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了，还可以继承千万家产。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我真的配吗？你当然配。哦，对了，你还记得周玉白吗？他是你青梅竹马的未婚夫，他一直都在等你。你见到他，一定能想起来些什么。周玉白，周总，去接手吧。一旦接管国外子公司，小周总这辈子都回不来了。小周总跟白家二小姐青梅竹马，自从二小姐走失，小周总的心也跟着死了。行程取消，我要去白家。现在找到了。欢迎小姐回家。穗穗，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穗穗，这是妈妈给你取的小名，寓意岁岁平安。可是我却没能护你平安，如果我能早一点找到你，你就不会那么辛苦。都怪姐姐不好。原来我还有姐姐，原来我还有家人。只要以后能和姐姐在一起，我受再多的委屈也是值得的。委屈？以后在我白希瑞的妹妹字典里，就不会再有委屈这2个字。走，我们进去吧，里面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呢。哦。这就是我的房间吗？你是什么身份？怎么能住这儿？终于要来了吗？短剧里真千金回家被羞辱针对的经典桥段。这里只是你房间里配套的衣帽间而已，你身娇玉贵的怎么能住这儿？整个京都除了他们周家资金神秘雄厚，那就是我们白家最有钱了。真要换算成钞票排成一排，可以绕地球好多好多圈。跟我来。哇，你们这些有钱人还真是毫无人性。提醒一下哦，现在是我们这些有钱人了。还有一个。这是一份价值8000万的股权转让合同，
我已经写了你的名字。谢谢姐姐，我还以为我的家人都已经把我忘了。你和宁晨舟的事，我都已经查清楚了。区区宁家也敢仗势欺人，这么欺辱我妹妹，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原来这就是有家人做靠山的感觉吗？这种感觉可真好。大小姐，小宁总来了，说要当面给您道歉。我不想见他，让他滚！拦不住啊，他自己往里冲。先生，这可真不能为难我们。先生，西西，往里进了。那天会所里那个女人，你听我解释啊，西西。哎，先生，不能进啊！西西，你来了。是，给我等着啊！沈西薇，你怎么会在这儿？难道你是？我当你干什么来了？原来是跟白家签订雇佣合同，来当保姆吗？我下去。姐，他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好，只要你拍3下，咱们家的管家和保镖就会出来帮你的。这种闯出天际的贱男人，我居然跟他在一起整整3年，这跟舔了3年的屎有什么区别？瞪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看你一个臭保姆的雇佣合同干什么？纯粹是浪费我的时间。沈西薇，你不会以为当上了保姆就能误导西西，破坏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吧？你不是爱当保姆吗？那就先把我的鞋擦干净。你疯了！那放开我！放开我！3、2，住手！翠翠，我终于找到你了，这次我绝对不会放手。住手！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你算什么男人？把手给我。难道她就是穗穗？一个骑摩托送外卖的底层垃圾，也敢对本少爷动手！现在赶紧跪下赔礼道歉，给我磕100个响头道歉，这事才算了了。兄弟，我这车给你，电动车给我，我们交换一下。不是，我这个也给我。沈西薇，你离开我以后，跟这个送外卖的搞上了。行，这样，你现在跟他一块儿跪下，说不定我可以考虑让你回去给我暖床。到底是哪个博物馆的门楣官员把你这个封建余孽给放出来了？还有，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人了，我不姓沈，我姓……我管你姓什么！你在我未婚妻家对我动手，不磕头道歉，你别想走出白家。来人！这家可真大，上班第1天就知道，该不会直接辞退我吧？他自称白小姐的未婚夫，巴结上他，说不定能捞点好处。一个小保姆，一个臭送外卖的，2个下贱胚子。大小姐想碾死你们，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还不赶紧给大小姐的未婚夫道歉，不然一会儿大小姐来了，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原来她不是穗穗，只是白家的保姆。听到了吧，沈西薇，赶紧给我跪下！什么大小姐的未婚夫，他很快就不是了。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想破坏我跟西西的感情？给我上！他要是不跪，就打到他跪。是。哼，这个东西，魏小姐。西魏小姐身份尊贵，你们吃了雄心豹散，敢动她？值得管家这样维护的，只有岁岁一个人。你又是谁啊？我是白家的管家，负责大小姐的衣食住行。你自称大小姐的未婚夫，该不会不知道我是谁吧？啊，原来是管家先生。您有所不知，这个贱人勾引我不成，就想来白家应聘保姆，想要破坏我跟西西的感情。这种心术不正的女人，留在西西身边也是个祸害，应该立即开除。别拿你的脏手指西魏小姐，她可不是什么保姆，她是大小姐的亲妹妹。亲妹妹？岁岁，我终于找到你了。不可能，沈西薇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怎么可能是西西的妹妹？哦，我知道了，你们三个是一伙的。我说你怎么能应聘上白家的保姆，原来是跟这个老东西勾搭上了。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本来就是，他要是不出卖身体，这个老东西凭什么帮他撒谎？宁晨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肮脏吗？沈西薇，这时候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这个老东西能帮你见到西西？我告诉你，我是西西的未婚夫，只要我一句话，我就能让这个老东西滚出白家。你无耻！给我上，扒光他的衣服，让他跪下给我舔鞋。要是干得好，我让西西晋升你为管家。是。沈西薇，你神经病啊！这个时候死到临头了还给自己鼓掌。啊，看见了吧？西西派来帮我的。你放心，刚刚你帮了我，现在轮到我帮你了。带人速来白家别墅。上，给我摁住他们三个，要让他们知道，在白家到底谁说了算。是。干什么呀？弄错了。这么喜欢让人跪啊？今天我就让你跪个够！沈西薇，你算什么东西？敢在白家这么对我？你有本事就去找白家大小姐，看她会不会帮你。想让我给你擦鞋是不是？还想扒了我的衣服是不是？扒！你们都给我等着！你还不管？等一会儿大小姐要是知道你对她未婚夫的所作所为，她一定会开除你。别担心，如果白希瑞真是那样是非不分的人，我替你找出路。没想到他一个小小的外卖员还挺有担当的。而我一定会因为保护大小姐的未婚夫，被大小姐提拔成管家。你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大小姐，大小姐，您终于来了！这个女人狐假虎威，还串通老管家赶走了您未婚夫。白希瑞，看在我们两家以前有婚约的份上，卖我个面子。他这次也是为了帮我，饶他一回吧。婚约？看来周玉白还不知道西薇就是岁岁，想娶我白希瑞的妹妹可没那么简单。周太子爷，既然你知道跟我们白家有婚约，那你为什么护着别的女人呢？这算怎么回事？他居然是周家太子爷，还跟我有婚约？岁岁已经下落不明，我就算心里再有他，我也没法完成和他的婚约。至于他，我只是觉得他和岁岁很像，
一样爱憎分明。大小姐，这个女人骚得很，她勾引您的未婚夫不成，她又勾引二小姐的未婚夫，她闭嘴！她就是我的亲妹，白家如假包换的二小姐。这怎么可能？我妹妹8岁走失，好不容易找到，岂是你们这些败类能随便欺负？你被开除了，不止白家，从今往后整个海城都不会有人再用你。他们有没有伤到你？没有，都是姐姐保护的好。二小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永远不识泰山，我狗眼看人低。就你嘴甜。二小姐，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二小姐，我让阿姨给你炖了补汤，刚刚打的手疼不疼？没有，一会儿好好补补。哎，周太子爷，我好像没有邀请你。西西姐，我就是太想岁岁了，你就让我进去吧。谁是你姐？你刚刚不还连名带姓的叫我？我看是有人惦记我妹妹，想要故意跟我套近乎。姐，刚好借这个机会，看看周玉白想娶岁岁的程序。进来吧，来者皆是客。来，慢点喝，别呛着。这是白氏旗下28家公司的继承权，我帮你打理了这么久，也该物归原主了。不，我怎么能一回来就抢姐姐你的东西呢？放心吧，妈妈去世后，把公司分给我们1人1半，我还有另外28家公司。这是44家商场，那是106家高奢店，一并都签了吧？我替你管了10几年，都快累死我了。这也是1人1半？那倒不是，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打拼出来的，就当是这些年你在外面吃苦的补偿。我突然觉得这些年吃的苦，再多吃几年也不是不行。这些我就笑纳了。可是姐姐，我真的没有管理公司的经验，要不公司股权你还是收回去吧。放心吧，你只是白氏名义上的 CEO， 管理交给我。3天后我会召开一场晚会，当众宣布，这样就没人敢看轻你了。能干有颜有钱的姐姐去哪里找？我要做一辈子接帮女。当一辈子的结帮女可不行啊。岁岁，我们从小就定下了婚约的，你要的我都能给你的。刚接回家的宝贝妹妹，我自己还没宠够，这小子想抢门都没有。周玉白，你也看到了，我白家不缺钱的。岁岁，你要是不想嫁，什么婚约通通都能作废的。我白希瑞的妹妹，我养得起。西西姐，我知道你不缺钱，但我也能把周家的一切全部交给岁岁。只要岁岁答应嫁给我，我周家市值100亿的公司，我都能过户到她名下。还有国内的300栋房产和国外的12座海岛，我都能够无条件的赠与岁岁。这就是被人争夺的感觉吗？这感觉也太爽了吧！你这么败家，你爸妈知道吗？我娶不到媳妇儿才是败家呢。我爸妈就算知道了，他们也不会怪我的。岁岁，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么深情专一还多金的男人哪里找？我真是眼珠子被抠了，才会看上宁晨忠那个垃圾。周玉白，我承认你的条件很诱人，但我白希瑞不是卖妹妹那种人。岁岁要是不同意，我也不会逼他的。要不这婚还是退了吧。不能退。岁岁，我就知道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情谊。姐，有
便宜不赚是王八蛋。我们要是跟周家强强联手，还有宁家什么事儿啊？可你跟周玉白没什么感情基础，嫁过去太委屈了。周玉白肩宽腰窄，脸赛男模，富可敌国又大方，怎么看我都不吃亏。为了姐姐和白家，这点委屈不算什么。那这样吧，我再拿出5000万的陪嫁。突然觉得这样的商业联姻，再多几个也不算什么。周玉白，我跟姐姐商量好了，我可以嫁给你，不过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要在我22岁生日前提亲。穗穗，你怎么知道？没问题啊，那我现在就回家跟家里商量。穗穗，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大小姐，老爷临终前说过，只有二小姐在22岁前成婚，才能继承白家家产，否则一切都要归您继母所有。3个月后就是二小姐22岁生日了，可现在都还没她的消息，难不成真的要把家产拱手让人？姐姐，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应该为你做点什么。3天后的晚宴，我会当着所有人宣布你是我白希瑞的妹妹，让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统统付出代价。疼！姑姑，轻点。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不要玩那些出身卑贱的野女人，都是些没见过钱的货色，肯定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现在好了，被缠上了吧？我也没想到那沈西薇那么有本事，为了报复我，居然去白家应聘保姆。姑姑，你好歹也是白希瑞的后妈，你去帮我说说他，让他早点跟我结婚。哎呀，他脾气大得很，我要真能做得了他的主，这白家早就是我的了。再等等，3个月后他找不回来他妹妹，白家就会有1半的家产落入我的手里。哼，那您再给白希瑞上压力，让他不得不嫁给我，到时候整个白家都得跟着姓宁。哼，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沈西薇那个穷鬼会不会哭着来求我。穗穗，3天后宴会上你要穿的礼服准备好了，本来是让人送到家，但你想要去巡视自己的店铺，那你今天记得去取哦。姐，我已经到了。哇，这就是姐姐送我的店面，果然气派。什么？白家家传的那件中古礼服修好了？陈州，天大的好消息！那件中古礼服只有在白家女儿订婚的时候才能穿。白希瑞现在把这个礼服修好，他肯定是想在3天后的晚宴上嫁给你。好你个白希瑞，在别墅装的矜持，没想到这么迫不及待嫁我。你现在赶紧去一趟高奢店帮他取回来，他肯定会觉得你特别体贴，快去！好。哇，难道这就是姐姐送我的那件中国礼服？难怪她说只有订婚时才能穿，这也太奢华了。小姐，您真是好眼光。这件中古礼服是我们老板专门给妹妹定制的中古礼服，耗资50万，只可惜不对外开售。我就是你们老板的妹妹沈西薇。
原来是二小姐，您过来怎么不打声招呼啊？我们好亲自去迎。我就是过来拿件衣服，你帮我把这件礼服包起来吧。沈西薇，你一个穷鬼，怎么敢来这种地方？你买得起这么好的东西吗？这上面一丁点布料都够你1年的工资了，你拿什么买？拿命买吗？这位先生，你怎么说话呢？他可是……这位先生，你怎么说话呢？他可是……宁晨舟，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狗眼看人低啊！那也总比你打肿脸充胖子来得强。哦，沈西薇，你该不会是想买几件高定礼服就能让我回心转意，重新跟你在一起吧？可惜啊，我喜欢的是真正的千金名媛，不是你这种不入流的冒牌货。去，把这件礼服给我包起来。我未婚妻的东西，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玷污的。可是，他想要就让给他好了，反正他买了以后，到最后也要进我的口袋。不过这件礼服修复费用昂贵，你想拿去讨好你未婚妻，总要付出点什么吧？小爷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用钱砸死人。刷卡。哇，宁总大气，一出手就是50万。多少？修复这么一件破礼服要50万？你口口声声说爱白希瑞，不会连这点钱都舍不得给他花吧？要是能娶到白希瑞，以后白家的千万家产都是我的，一小不大，这钱值得。谁说我舍不得？刷卡。恭喜老板入账50万。等会儿，你叫的什么？你叫的什么？老板呀，这家店的店主就是沈小姐。沈西薇给了你多少钱，让你一块骗我？还老板？他一个孤儿怎么可能？暴富宝到账50万元。谢谢小宁总的50万，老板大气。沈西薇，你算计我，退款！我要退款！哎，先生，刚刚可没人逼您付款，您要再闹下去，别怪我叫保安来了。要是到时候闹上新闻，白家千金知道你这么抠门，你猜她还会嫁给你吗？等我娶了白希瑞，非要砸了这贱人的店。沈西薇，你给我记着！还愣着干什么呀？把礼服给我包起来啊！宁晨舟，你要管我的，这才刚刚开始。沈西薇没家世也没本事，怎么会突然就当上了奢侈品店店主？我听说啊，今天大小姐把名下商户都过户给了二小姐，可真是宠啊！走丢了这么久的妹妹才回来，能不宠吗？难道沈西薇真的是白希瑞的亲妹妹？姑姑，白希瑞妹妹找到的事，你听说了吗？什么？那个小杂种找到了？不可能，绝不可能！按照白希瑞的性格，如果找到了妹妹，早就昭告天下了。沈西薇连白希瑞的管家都能勾引，说不定那个奢侈品店是他哪个金主送的。平日里在我面前装清纯，没想到他沈西薇背地里是这种下贱货色。宁晨舟，你在说什么？西西啊，我今天特意去商场把这件礼服给你取回来了，另外修复礼服的50万费用我也帮你支付了。50万？那家店不是？不愧是我妹妹，这个时候还不忘宰渣男一笔。那家店怎么了？
没什么。西西，其实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我不该拿你妹妹的事跟你开玩笑，但我想娶你是真心的。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起长大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妹妹已经找到了，你想要个机会，那得问她同不同意。穗穗，下来见客。大小姐，二小姐还没回来。没关系，反正3天之后的宴会总能见到。我相信啊，她一定会认可我这个姐夫的。哎，认可？宁晨舟，你还真是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恶心人。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姐姐跟你这种烂人有关系。不仅让宁晨舟亲自将礼服送上门，还黑了他50万。就你这智慧，现在姐姐都自愧不如了。都是姐姐教的好。其实我也有礼物要送给姐姐。我知道这50万对于姐姐来说不算什么，但是这是我回白家之后赚的第1桶金，我想把它送给姐姐。姐姐的钱就是你的钱，我们姐妹不分彼此。不过看你这么懂事的份上，姐姐决定把西城200万的旋转餐厅也交给你打理。姐姐，其实这种懂事的事儿，我还可以再做3天3夜。说的是，不愧是第一豪门周家举办的宴会，真气派呀！哎呀，周家，可是我听说周家太子爷早与白家定下婚约，他会不会看上白希瑞了？白希瑞那种男人婆，除了你，谁能驾驭得了？放心吧，周家估计就是跟白家有合作。我可是听说，白希瑞要在宴会上宣布一件大事，说不定就是要嫁给你的。肯定是这样。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周哥来了，来了，走。没事没事。睡了。这条蓝头发项链是我周家的传家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不，这太贵重了。你配得上它。周玉白，谁允许你亲我妹妹的？我们家穗穗1天没嫁人，都只能是我们白家的女儿。她身上带的，只能是白家的象征。西西姐，穗穗为什么不能戴我给她的项链？别急啊，别急，大家都别急，戴完你的，我再戴你的。原来有钱人的日子这么爽，前20年我都过的什么苦日子啊！玉拔，我们的婚讯还没公开，所以今天我就先戴姐姐这条了。好吧。那穗穗，那你可得保管好我周家的传家宝。放心吧。700万的小宝贝，我怎么可能不好好保管呢？大小姐，小周总，有份合作合同需要2位共同签署。去吧，快去吧。我马上回来。穗穗，那你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哎，行了。走了，七宝男。去吧。
可得好好关照一下我们陈州。哟，周哥，这不是你那个死舔狗吗？沈西薇，这种上流场合，也是你配来的。我要是不来，今天这场宴会可办不了。沈西薇啊，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啊？这里的宾客，随便一双袜子，都比你这条命值钱，还没你就办不了。你真当你自己是白家大小姐啊？等等，她身上穿着的礼服，好像就是白希瑞那件中古礼服，难不成她就是白希瑞的妹妹？这件礼服是我亲自送给西西的，她为什么会穿在你身上？这个礼服就是我的，自然穿在我身上。周哥，她不会真是西西姐的亲妹妹吧？不可能！什么事儿？哦，我明白，她身上穿的是假的。沈西薇，你买不起真的，就找人定制了一件高仿。替身穿 A 货，冒牌货就是冒牌货，一辈子也别想翻身。沈西薇，我奉劝你赶紧把这件衣服脱了，免得等会儿我未婚妻看到饶不了你。可是这个裙子是我姐姐送给我的，我要是脱了，她会生气的。姐姐？周哥，你是说她是孤儿吗？她哪来的姐姐？前2天我姐姐刚把我找回来，她现在就在现场。这是白家宴会，来的客人非富即贵，你姐姐是什么阿猫阿狗，也配来这种地方？整个会场都是我姐安排的，没有她，你以为你有资格站在这儿吗？难道她真是？我还以为你姐姐是个什么人物呢，原来就是个清洁工啊！沈西薇，我告诉你，陈州是我宁家的少爷，就你一个清洁工的妹妹，也敢对他动手？我今天要不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小贱蹄子，外人还以为我们宁家好欺负呢。你不是喜欢穿假货吗？今天我就扒了你这身衣服，让所有人都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沈西薇虽然出身下贱，但架不住长得前凸后翘啊！一会儿我们可有眼福了。沈西薇，要是你现在给我跪下道歉，说不定我还可以饶你一命。这件礼服是我姐姐给我定制的，你要是弄坏，可赔不起。切！我呸！不就是20-30块钱的地摊货吗？我们宁家有的是钱，可以买一大卡车。你这小贱蹄子！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扒了你这身衣服，看你是个什么货色！你居然在礼服里面还穿了衣服！没听说过总裁扒开了我的毛衣、线衣、绒衣、保暖内衣啊！我学了那么久抽象文学，就是为了应对你们这群蠢货。沈西薇，你以为多穿几件衣服，你就能逃过一劫了？我告诉你，这是我未婚妻的场子，就算我今天在这把你玩死，都不会有人敢说半个字。住手！哎呀，陈州，你怎么样啊？这一脚踹真狠了，急手来了。你受伤了？这点伤不算什么，你没事就好。西西，这个人追求我不成，他还带了一个人大闹会场，想破坏你我之间的感情啊！是啊，西西，像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就应该好好教训她一顿。那依你看，该怎么教训呢？
陈州是你的未婚夫，他打陈州的脸就是打你的脸。依我看，就应该把他的衣服全扒了，让他跪在地下给陈州道歉。说得对，来人！还有这个一直护着他的臭送外卖和他那个清洁工姐姐，都一并收拾了。谁是清洁工？你来看这谁好啊？我打人！干什么？你们搞错了！这个人仿造西西的礼服，你们敢扒他的衣服？穗穗的礼服是我亲手送他的，她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什么？这怎么可能？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姐不好惹，你偏不信，那我有什么办法？愣着干什么？给我扒！等等，西西，陈州是你的未婚夫，今天当着这么多的宾客在，你这么做不就是打自己的脸吗？神老屁股松，说话咚咚咚！我姐什么时候说要嫁给宁晨州了？你粗俗！白家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一个没教养的女儿？我看你刚刚也挺少叫的，而且还要扒人衣服，就你不粗俗。姐，刚刚就是他帮着宁晨州撕我衣服，宁晨州有的他也得有。哎呀，可他毕竟是长辈，我是他晚辈，不好动手。周一白，你觉得是吧？你们想干什么？我可不怕你啊！你别乱来啊！你离我远点！你松手！你可不是我的长辈啊！我刚回白家，他也算不上我的长辈。打人了！你们白家也太欺负人了！哎，看谁是他的家了，自己的学生丑。你干什么？住手！哎，对了，还有你。二小姐，我错了，都是宁晨州逼我的，他骗我们说你就是他的一条狗，我们就算玩死你，也不会有人替你来收尸的。我跟野猪子一样疼爱的人，你们怎么敢？玉白，别脏了你的手。你想跟白家合作是不是？好，从今天起，白家没有一份单给你。二小姐呀，我们家可都是靠白家资助的，你这不是要我们全家的命吗？原来你不是不知道疼啊，只是针没打到自己身上而已。也可以给你一条生路。要不你打宁晨州10个巴掌，这样我就分你个项目，好不好？真的？真的。好。史进来，你故意让我难堪是不是？故意？我们之间是有什么恩怨吗？你能帮我解释解释吗？宁晨州，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姐姐，你是没有看到宁晨州那个样子，整张脸都被打成猪头。穗穗，你今天在宴会上，宁晨州就敢那么欺负你，你以前在他身边的时候没少受委屈吧？没事啦。现在宁氏资金链崩断，宁晨州为了东山再起，正在抛售股份，所以我让人在宁氏买下了60%的股份。你现在持有的股份已经远远超过他了。太好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在宁氏做宁晨州的主了？无论你想怎么报复宁晨州，姐姐都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给你一切所需要的支持。那我要让宁晨州破产，这样宁雨珠就没脸在你面前提让你跟他结婚的事了。穗穗，你真好。
姑姑，你等等我。宁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蠢货啊？要玩女人就算了，你还玩到白希瑞亲妹妹头上。沈西薇和白希瑞长那么像，我当初只是图个新鲜，没想到他们俩是亲姐妹。要不是因为你，3个月后白家的家产就都是我的了。姑姑，你放心，就算沈西薇回了白家，我也有办法让你拿到白家家产。沈西薇之所以这么对我，那是爱之深，恨之切。只要我朝她勾勾手指，她就会像狗一样，巴巴的回来求我。真的？当然是真的。你没看今天宴会上，她找了个送外卖的人在身边，就是想让我吃醋。那要像你说的，他这么不听，那可比白希瑞好拿捏多了。姑姑，你就放心等我好消息吧。这都3天了，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去找沈西薇？先晾他2天再说，得让他知道欲擒故纵这招对我没用。你自己有分寸就行。另外，宁氏新股东这几天会去公司考察，听说是你之前的老同学，草根出身，你一定要好好接待，知道吗？放心吧，姑妈，我知道了。草根出身，不会是之前班里的贫困生吧？我记得沈西薇之前申请过，不过……宁总，新股东到了，走，去迎接新股东。我就是以股东的身份来参观宁氏，你们这样也太扎眼了吧？这都是大小姐的意思，她担心您在宁氏出意外。那就暗中保护啊！下去下去。走。哟，这不是我那给有钱人当了3年舔狗的老同学吗？你也来宁氏面试啊？可惜啊，我听说宁氏对职员的经济情况要求很严格，像你这种1穷2白的货色，人家是不会要你的。不要我，难道要你吗？我记得当时班里只有2个贫困名额，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你啊。沈西薇，我警告你，最好不要乱说，否则害我落选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那真是不巧了，我就是宁氏。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糟糕，这不是苏婉吗？班里有名的贫困生，我真是蠢。沈西薇已经是白氏2小姐，怎么能算草根出身的？一定是苏婉吧。沈西薇，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宁氏的新股东说话？他，宁氏股东？不然这里还有别人吗？不是他，难道是你啊？又开始了。看来这个蠢货把我认错成股东了，那我岂不是可以趁这个机会混进宁氏？沈西薇，我知道你不就是想和从前一样，你惹我生气，冷战3天，然后再回来求我原谅你。我告诉你，这次不可能了。之前你仗着白希瑞的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难看，难道你觉得我还会给你机会吗？净给那些没人要的东西。现在我有姐姐的宠爱，难道还会在意你这个烂人吗？今天我就是以宁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有病吧？原来你是想借着宁氏继续接近我，跟我扯上关系啊？承认吧，沈西薇，不管有再多人疼你，心里始终只爱我一个。要不然你怎么放下身段来宁氏面试？谁告诉你我是来宁氏面试的？不是来面试，你拿简历干什么？瞪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清楚，这个不是面试的简历，而是……行了，西薇啊，你不就是想进入宁氏，好继续接近我吗？我给你这个机会，不用面试。你，不行，你算哪根葱啊？有什么资格说不行？我是宁氏的股东，当然有这个资格。沈西薇，你还敢得罪我们宁氏的新股东？我告诉你，他的财力远超宁氏，不输你们白氏。你要是继续惹他生气了，
小心别给你姐找麻烦。他如果真的那么有钱的话，为什么还会背着一个皮带都被磨损的包？难道这个女人是假冒的？可这里除了她和沈西薇，也没有其他人。哎，我包太多了，临走的时候随便拿一个。是吗？可是我怎么记得你在大学的时候就背这个包了？宁晨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大可以看看他手上的东西是不是面试的资料。我凭什么要给你看我的包？宁总，你要是听沈西薇的三言两语的挑拨就怀疑我的话，那我也没有必要入股你们宁氏了。现在跑总好过被拆穿难看。该死，差点就被这个贱人给骗了。要是因为他失去一个股东，那宁氏很快就要破产了。哎，等等！完了。其实我……你好，我是宁晨舟，宁氏的 CEO，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苏婉，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我。以宁晨舟的智商，就算我不出手，宁氏也会很快破产的。苏小姐，里面请。站住！谁让你一起进去的？沈西薇，你有什么资格进入宁氏啊？冒充了我的身份，还不夹着尾巴做人，那就别怪我让你丢脸了。既然新股东来了，那不得邀请其他董事一起迎接吗？宁晨舟，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儿？抱歉啊，苏小姐，是我的疏忽。之前的入股大会是其他董事跟您谈的，理应出来一起接呢。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等一下，其他董事都见过这个股东，来了岂不是要拆穿我？大家都挺忙的，就别麻烦了吧。不让这个贱人进宁氏，他是不会放过。至于西薇，他是我大学同学，虽然他与我家境悬殊，但是呢，我还是想拉他一把。宁总，你就破例让他入职宁氏吧。听见了没？还不快谢谢苏小姐！别废话了，赶紧进去。苏小姐，您在邮件里说跟首富周家有交情，我们约了他们很久，一直没约上，不知您是否能帮忙引荐一下，让我们宁氏跟周家有消息。首富周家，我哪有那样的本事？小周总，宁氏集团宁晨舟想约您晚上小聚，这已经是他第12次向您发出邀约了。什么样的垃圾都妄想沾边周家，更何况今晚我好不容易从白希瑞手里抢到了穗穗，我得早点回去陪他。变手脸的恋爱脑。喂，穗穗啊，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我刚好给你订了一个。玉拔，我今晚可能不能陪你了，我有白家和姐姐的要紧事要谈。什么事儿啊？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沈西薇，别乱我！我先不和你说了。小周总，您不是说不会跟宁氏合作吗？怎么还自降身价，亲自上门？我媳妇都要跟人跑了，我还要身价有什么用？穗穗，就算宁晨舟那么对你，你还是忘不掉他吗？别乱我！你要是有人苏小姐一半聪明能干，我当初也不至于水。那我谢谢你。宁总过奖了，和周家的事我会考虑考虑的，大不了到时候就说被周氏拒绝了。啊，真的吗？有苏小姐您出马，相信周家会给您这个面子。哼，他的面子就是人家的鞋垫子，他要是真的能跟周家谈成合作，我名字倒过来写。宁总，宁总，外面来了好多周家的车。真的？嗯。听说周家小周总
性情乖张，从不给任何人面子。他肯为了您亲自来宁氏，足以见得您实力雄厚。我根本就没联系过周总，难道连老天爷都在帮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周家的小周总是我的追求者。你笑什么？这是事实啊，不是来追我的，难不成是来追你的？当然不可能了。沈西薇啊，就是一个乡下村姑，就算被白家找回去，也改不了这一身土气。她哪能和您相提并论呢？她呀，这一辈子都入不了周家的眼。邱玉白不会是专门来抓我的吧？要是被他发现我自己来宁氏调查，一定会多想的。站住！这会儿想跑了啊？我偏不如你的意。放手！这个苏婉的能力显然在白希蕊之上。要是我能拿沈西薇来讨好他，说不定他能帮我跟周家搭上线。你以为人人都是白希蕊会惯着你啊？你刚刚得罪了苏小姐，就算我有心护着，一会儿小周总来了，也会收拾你。以我的美貌，迷倒小周总肯定不在话下。一会儿假的我也会让他变成真的。沈西薇，上学的时候你不是总爱跟我争第一吗？不好意思啊，我那是断层第一，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争。哈，那又怎么样？我现在是宁氏的大股东，周家少爷的心上人，随便动一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在海城消失。田总说，人越缺什么，越是炫耀什么。你昧着自己良心问问，你真的有那么多能耐吗？你就是嫉妒我，沈西薇，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比你强，我比你强。哦，好险，差点打到自己。贱人！沈西薇，我劝你还是乖一点。人家苏小姐是小周总的心上人，挨她几巴掌，总比小周总来了亲自收拾你，连你姐要强。我跟玉白从小就定下婚约，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个心上人啊？难怪周家会帮白家重回燕国，这样一切就都说得通。沈西薇，周总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货色？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你们真的有婚约，他不爱你，你们迟早会退婚的。住手！沈西薇，就算你和小周总有婚约，可你和一个臭送外卖的勾勾搭搭，你猜小周总知道了，会不会大发雷霆啊？那你知道那个外卖员叫什么名字吗？区区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也配让我知道他的名字？周玉白，他说你是底层垃圾。闭嘴！谁让你直呼小周总名字的？闭嘴！谁让你直呼小周总大名了？该闭嘴的人是你。小周总怎么真的来了？沈西薇，要是小周总知道你其实是个什么样的货色，看他会不会跟你退婚。小周总，沈西薇的，怎么是你？怎么，宁晨舟，你看到小周总的样子，很惊讶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天他明明戴着送外卖的头盔，怎么可能是小周总？好险，差点就被拆穿了。想知道？不好意思啊，你还没有资格让我跟你解释。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以为穿着一身西装你就是精英了？这衣服花了你几个月工资啊！可惜啊，人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你穿再贵的衣服，也盖不住你一身贱骨头。你想要证明是吧？解除全城企业和宁家的合作，算不算证明？
通知海城的全部企业，解除和宁氏的全部合作。哟，还装呢？一通电话号令全城企业，真把自己当太子。不好了，宁总，南城的郑家解除了跟宁氏的合作，区一个郑氏，我还不放在眼里。还有北城的贺家、李家，香山的吴家、孟家，都解约了。难道你真的是小周总？你到现在还在质疑？看来我不让宁家全部破产，你是不会相信。小周总，我错了。宁氏企业就是我的命，你要是让宁氏破产，那不就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宁氏企业就是我的命，你要是让宁氏破产，那不就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西外，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感情，就看在咱们3年的情谊上，你帮我求求小周总，真的放过我们宁氏好不好？岁岁，该不会又醒了吧？宁氏是你的命啊，那我倒真挺想看看你的命丢了会怎么样。不过呢，宁氏里面还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在我拿到那些钱之前，我不会轻易让你破产的。毕竟我可是要拿到你商业犯罪的证据，把你送进大牢。你说对吗，玉白？岁岁，这就是你为宁州着想的缓兵之计。好，我都听你的。就知道沈西薇心里还是心疼我的。不过他拿外卖员这件事羞辱你，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要不这样吧，我姐姐名下有一家专门服务复活的会所，我们把宁晨舟送过去怎么样？好。不行，我宁愿当狗，我也不当模子。那看来你就是想破产了。当的就是男模。好好干活啊！你怎么了？怎么？你也想去试试？可以吗？姐姐说店里新来了一批奶狗男大。奶狗男大？啊！岁岁，你别忘了，你现在是有未婚夫的人。有未婚夫怎么了？姐姐做的那是正经生意。周玉白，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不应该吗？岁岁，你不能仗着我喜欢你，你就肆无忌惮的欺负我啊！你不能背着我去找宁晨舟，你还摸他。你误会了，他没有的我都有，他有的我比他更强。你摸我的，我以前过的都是什么清汤寡水的苦日子，老天仔，我终日吃上好的，请让今天这种甜蜜的误会来得再多一些。喂，你这才回家几天呀，就学会夜不归宿了呀？电话也不给我打一个，你是想急死我呀？操！哎姐，你听我跟你解释。我不听你解释，10分钟之内立刻给我回家。都怪你，害我被姐姐说了，你怎么不叫我呀？那你到时候把责任全部推给我不就行了？
那不行，姐姐要是知道我跟你过夜，会要了你的命的。我就知道，穗穗你最喜欢我。我还想再来一次。不可以，我时间肯定不够。操，有3个小时下不来床呀！白穗穗，我限你10分钟之内回来。你看看现在多久了？5个小时过去了。都怪周玉白那个混蛋，像没吃饱不一样。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我生怕你像小的时候突然就不见了。姐，我知道错了，以后我上哪儿都跟你报备，好不好？好不好？我求你了。用不着，我又不是周玉白那个气宝男。这是姐，对不起，其实我是个……不用对不起，这才是咱们大女人应该干的事情。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去干什么去了。你知道？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你是不是去男模会所了？我那手机上都显示你那副卡的消费记录了，那位置就显示在我旗下的男模会所了呀。那婚前示爱的滋味怎么样？我那小奶狗是不是贼带劲？穗穗，你什么时候去了男模会所？哟，便宜妹夫来了。别难受，这媳妇儿虽然没有了，这帽子还是有的呀。姐，你就别拱火了。周玉白，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跟你在一块儿，我上哪儿消费去啊？什么？我的小白菜被猪给拱了。糟了，我的卡找不着了。去，把你们这儿最帅的，通通都给我叫过来。我这就去给您叫啊！嘿嘿。同样是孤儿，沈西薇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居然被首富看上。这是不限额度的黑卡，这次真的要走大运。小宝贝儿，来喝，再来一杯。沈西薇，老子东山再起，非要让你们白家姐妹跪在地上给我舔鞋。来吧，姐，我已经喝了10几杯了，我真喝不动了。不喝也行，那咱们去卫生间玩点别的。姐，我卖艺不卖身的。穿得这么暴露，你不卖，穿给谁看？这是我们统一的工装。老娘不管，老娘花了钱的，你必须给老娘服务到位。今晚你的消费我买单，他让给我。小宝贝儿，姐姐下次来找你啊。都是你这个贱人！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落到了这步田地？我承认，我确实不认识什么小周总，但是我有钱是真的。这是一张无限额的黑卡，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我可以给你投资。我听都说，这个信友是背景神秘，说不定我可以借他的手扳倒白家姐妹。不好意思，苏小姐，
刚才我有点太着急了，毕竟我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委屈。你放心，有我在，绝对会让你东山再起的。姐，那张卡上没有密码，丢了会不会对你造成什么损失啊？只是50万的小数目不见了，没什么大事。回头我让白兰子去挂失一下就好了。周玉白，既然我妹妹这颗小白菜被你拱了，你就得对她负责。那这样吧，那不如就让穗穗的生日宴和你们订婚宴一起办。我正有此意啊，还得是姐姐想的周到。不过，在这之前，我的网也要收紧了。趁着宁晨舟不在公司，我必须要抓到他的漏洞，在我的生日宴上公之于众。你跟着宁晨舟多少年了？我毕业后就被大小姐派来宁氏，已经6年了。大小姐是我的恩人，我永远都是大小姐的人。把这半年宁氏的业务往来记录通通调出来。是。我虽然不像姐姐那么聪明，会管理公司，但之前跟宁晨舟在一起的时候，可没少听他跟他姑姑算计白家的钱。姑姑，你放心吧，趁着这次白希瑞在国外，宁氏和白氏承担合作的项目，我一定多捞些。城南这个项目账目根本对不上，宁家只投入了10%，却分走了我们50%的利润。这个项目是谁经办的？是您继母宁玉珠。二小姐虽然流落在外多年，但这商业头脑还真是不输大小姐。果然跟我猜的，有我在，以后绝不让这笔渡虎飞驰，否则我们白家半毛钱。你去把宁玉珠接手的其他项目明细通通打印出来。是。哎，等等，还是等我忙完亲自去吧。是。沈西薇这个贱人，害我吃了1晚上苦头，我绝对不会放过她。你不是说他靠白家吗？只要搞垮他姐姐，沈西薇还不是任我们拿捏？没想到宁晨舟这么快就从会所出来了。我已经查到白希瑞的行踪了，今晚他会在赤营酒店谈收购的事。要是他被酒店负责人给睡了，我们就可以引导舆论说他的成绩都是靠睡的。宁晨舟这个畜生根本不是真心爱着姐姐。哎，咱们上次见面呢，有些误会，没想到白小姐竟然不计前嫌的来找我们合作。只是吧，实不相瞒，白小姐，有很多人都看好我们赤营酒店。再多人看好，你们赤营不也因为经营不善快要倒闭了，不是吗？宁晨舟也找我谈过收购的事儿，你要是真想要，那诚意总要比他高一些吧。来，白总，我敬您。我们大小姐不能喝酒，我来替。白小姐这是不给我面子，这杯酒你要是不能亲自喝的话，那咱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郭总，好久不见，我是白希瑞的亲妹妹，这杯我带她喝。穗穗，你怎么来了？姐姐，之前都是你保护我，这次也该换我保护你了。这杯足以代表我们的诚意。郭总，赤营酒店
我姐志在必得。这张卡里有3个亿，我相信没有别的公司能出比这更高的价钱。你好大的口气呀！3个亿就想拿下我的酒店？哼！赤银酒店已经重铸多年，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今天过后，你如果再想来找我，可就不是3个亿。一个黄毛丫头，你敢威胁老子？我实话告诉你们，宁晨舟啊，现在就在门外求着见我呢。那郭总大可以去找他谈。既然郭总没有诚意合作，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哎，对了，郭总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参加我和周玉白的订婚宴。周玉白，是那个周氏？没错。郭总，怎么，郭总没得手啊？你怎么没有告诉我，沈西薇现在是周玉白的未婚妻？谁不知道周玉白最是护短？别急，我有办法。婉婉是沈西薇的大学同学，她有办法帮郭总弄到手。郭总，我要是帮了您，酒店的收购合同是不是就归我们宁氏了？当然。谢谢呢，不行，我要去找他。我要给周玉白打电话。虽然帮姐姐躲过一劫，但也没能拿下酒店。沈西薇，苏婉，怎么是你啊？我来这儿见个客户，没想到还能碰上你。都是同学一场，既然相逢，不如一起喝喝咖啡。好啊。西薇，宁氏门口的事是我不好，之前我不知道你是白家千金，希望你能原谅我。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是白家千金，只是个孤女的话，就可以被随意欺辱了？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真诚来向你道歉的。这种道歉的话，光嘴说可是不够的，至少要鞠个躬才算有诚意吧。沈西薇，我就让你再得意一会儿，很快你就笑不出来。西薇，对不起啊。我有让你起来吗？算了，起来吧。西薇，咖啡都凉了，赶紧趁热喝吧。苏婉，还是你先喝吧。啊，现在可以了吧？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愿意原谅我？以后不要再冒充别人，否则被别人揭穿时会很难堪的。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莫名的好心，所以在刚刚我把2杯咖啡做了调换，可是我又怕你连自己那杯都敢下的，所以我一口都不会喝。你这个……麻烦把他送到房间。刚才喝的白酒开始起作用。呦，妹妹，再陪哥哥喝一杯啊！谁要跟你喝？你都喝成这样了，能是什么好女人？走，哥哥带你去见见世面。放开！走啊，走啊！哎，你他妈是谁啊？走，滚！
公，你好威武。思辰，你妈的！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妈的！叫什么叫？你是想把人都叫起来？看看你在床上有多骚吗？虽说你比那沈西薇长得差了点儿，但是搞起来呀，还真是带劲儿。妈的！别哭了，这合同也拿着了，你他妈还委屈上了？沈西薇，你敢算计我！沈西薇，你还敢来？是不是你坏了我们的咖啡？要不是你在咖啡里下药，又怎么会害了你自己呢？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你还录像啊？这是宁晨舟事先准备好的监控，也就是说，昨天晚上的一切他都看到，可他却没有来救你，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拿到合同。不可能！是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不可能！真是蠢得无可救药，骚扰这么久，终于也到了我收获的时候。玉白，也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这么想收购赤影酒店，明明快要倒闭了。看看这个，这个月初8是你二叔的70大寿，他是你们沈家最年长的长辈，你能不能上族谱，全凭他定夺。这个赤影酒店是他年轻时创办的，后来他家道中落，不得不抵押出去。原来姐姐都是为了我呀。既然是我自己的事，那就应该由我自己去解决。玉白，你能送我去趟宁氏吗？好。郭总，这么巧啊，今天是来跟我签合同的吗？嘿嘿，一个靠着姐姐和未婚夫的花瓶，也配和我谈合作？哼！很快你就会知道，到底是谁不配了。你看看这个，这个怎么样？啊！我说过了，今天这合同我只跟宁总谈，其余的闲杂人等，滚出去，滚出去！我就是来学习学习商业技巧，我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哎呀，宁总，郭总，他怎么也在这儿？难道你还约了白希瑞，想两家通吃？哎呀，宁总，这女人舔着脸非要留下来呀！沈西薇，我劝你识相点，赶紧滚！耽误我们两家谈生意，担待得起吗？
宁晨舟，听你的意思，郭总是非你不签了？你到底给了郭总什么好处啊？让他这么坚定选择你？啊？哦，我想起来了，给郭总好处的不是你，而是你们的好股东。胡说八道什么？我才不认识什么苏婉。哎，我可没说过你们宁氏股东叫苏婉啊。啊，这到底什么情况？啊，真是没想到，宁总居然为了项目逼股东和合作方上床。想不到郭总竟然……都给我闭嘴！是那个贱人自己爬上郭总的床，关我什么事？是吗？那再看看这个。苏婉跟沈西薇是同学，肯定能帮郭总想到。郭总，我要是帮了你，酒店的收购权可要给宁氏。沈西薇，你知不知道做假视频造谣是什么后果？我告诉你，我要是想告你的话，就算是周玉白和白希瑞都箍不住你。这是我在网上看的视频，你要是想告造谣，那就去告记者吧。你说什么？郭总，世银股票因为你的丑闻暴跌，看来只有把酒店卖出个好价钱，你的总部才能放过你了。沈小姐啊，我记得你昨天晚上说3亿收购，我同意了。郭总，你说好的跟我们签约的，这个时候怎么能反悔啊？哎，滚开！要不是看在你给素女人的份上，我会看上你那点钱。郭总，你还记得我昨晚跟你说过的话吗？你如果再想来找我，那可就不是3个亿的数了。那你能给多少啊？按照赤银暴跌的情况来看，最多3000万。3000万？你打牌要饭的呢？敢动我的女人，你想找死吗？老公，我怕。没事，老公来了。郭总，3000万，1分都不多。我签。真是被算计了，3个亿秒变3000万，这都怪谁呢？哎呀，你说说，哎呀，这得是多大的气氛啊！又打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把视频传到网上去了？酒店价格跌了那么多，我会被弄死的！我他妈的，还不是怪你这头蠢猪！要是你早早签了，还会有这事儿吗？我真是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沈西薇，陈忠是我侄子，你也该叫他一声大哥，大家都是亲戚，你怎么能毁他名声？我妈可给我生不出这么个畜生的哥。沈西薇，
你今天必须好好给陈州道个歉，再动用白氏和周家的关系，帮陈州恢复人脉交际圈。我要是说不呢？你们估值俩都一样，光屁股拉磨转着圈的不要脸。周家和白家的资源，可不会浪费在废物身上。你给我站住！我早就看出来你这个死丫头心术不正，容不下人。白家也真是家门不幸，把你给找回来了。哼！我告诉你，我今天就在这不走了。哼！直到白希瑞什么时候还我个公道为止。留下可以，地下室还能进。但如果我和姐姐房里丢了点什么，那可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哼！我们又不是小偷，瞧你那小家子气的样，我呸！难道他房间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初8就是他二叔生日，这个白希瑞为了讨好他二叔，给沈修为上族谱，可是买了好多的古董，没拿下智营酒店，你已经落后他们一大截了。在礼物的选择上，务必要碾压沈西，让他在二叔面前留下坏印象，永远都别想上族谱。二叔信佛，玉白特意让人去青云观取回这尊玉佛，希望我上族谱的事能顺顺利利。沈西薇，白二叔的生日宴上，要让你浑身浸。你紧张吗？我有什么好紧张的？我从小就没跟长辈打过交道，我根本就不怕他们。不紧张等什么？踩我脚上了。放心吧，二叔待人温和，只要你不犯什么大错，是不会跟你计较的。放心吧。二叔，二叔，好久不见啊！您身体可好啊？他们怎么也来了？狗皮膏药，难缠啊！二叔，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啊？西西啊，好久没来看二叔了，二叔都想你了。二叔，公司太忙了，我来亲自向您赔罪了。二叔，这位就是我走失的妹妹，叫穗穗。二叔好。穗穗都长这么大了，过来到二叔这儿来。回来好，回来就好，回来你上族谱。二弟，陈州为了你的生日特意赶过来，还给你带了礼物呢。有幸了。不过我白家什么都不缺，以后就不必破费了。虽然二叔什么都不缺，可送礼物是我们做晚辈的一番心意。西薇，你不会什么礼物都没准备吧？怎么会呢？为了给二叔准备礼物，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呢。那我数3、2、1，我们一起打开礼物，看看谁的更招二叔喜欢，怎么样？好啊。3、2、1。说观音看着这里还可以啊，怎么可能？你这礼物明明是……我的礼物明明怎么了？玉白，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你帮忙，我想要一尊假的月观音。二叔，我听姐姐说您不喜欢古董字画，所以我特意提前半个月给您写下这幅百寿图。岁岁祝二叔吉祥如意，延年益寿。好孩子，真是有心了。二小姐也太有才了，
这写的一手好字啊！不光有才，还很有孝心呢。这二叔这么喜欢二小姐，看来啊，这二小姐上族谱的事儿是板上钉钉了。二弟，陈州这个礼物也费了不少心思呢。是啊，二叔，我没有熹微那么聪明能干，能不花1分钱就给您把礼物准备好。这份礼物我花了大价钱，费了好大功夫才拿到，希望您能喜欢。这宁晨州是不是在说二小姐抠，不舍得花钱啊？说的也是，白家这么有钱，就送一副手抄，是不是太说不过去了？礼轻情意重，穗穗这份礼物的心意，可不是钱跟俗物能比。这么好的和田玉料子，通体雪白晶莹，这得值不少钱吧？这不正是我一直在找的那尊唐代白玉观音像吗？二叔，为了找这尊观音像，我可是亲自找了10几家古玩市场。是啊，二弟，陈州对这份礼物可上心了。宁晨州，有空常来白家走动，东西是好东西，先收起来吧。等等，怎么了，穗穗？二叔，我还没有见过古董观音呢，你能给我看看吗？哈哈，当然可以了。这么好东西怎么废了呢？你故意的是不是？岁岁平安，可惜了，这么好的玉。二叔，不可惜，这玩意儿也没有那么值钱。沈西薇，你到底安的什么心？陈州好不容易准备的礼物，就这么被你打碎了？你是想要故意搅乱你二叔的生日宴是不是？你嚷什么？姐，我刚刚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看见这观音底下有字，吓了一跳，所以才失手的。我相信你，不过这上面写的什么，让你这么惊讶？二叔，您还是亲自看吧。金氏工艺品公司制造，送这样东西哟，原来是个赝品。宁晨州在这么隆重的日子送给我假货，你是诚心要让我难堪是吧？那老爷子是大日子下不来这个事儿。不，二叔，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假货不就是这个？沈西薇，你又算计我是不是？你早知道这东西是假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是你刚刚说跑遍各个古玩市场，特意给二叔找的这佛像吗？这明明是你。够了！说到底，我只是西西和穗穗的二叔，不是你宁晨州的。来人，送客！宁晨州，既然你看不上我们白家，就给我出去。以后我白家和你毫无瓜葛。二叔，你听我解释，这事跟我真的没关系。出去！是啊，太不自大不敬了。二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陈州他不是那个意思啊！在我白家给我带这种不三不四的人，你也给我出去！肯定啊，这么赶出去等什么呢？穗穗啊，我听你姐姐说，那个赤影酒店是你想到的主意，收购回来的。这是你送给二叔最好的礼物。二叔，这都是姐姐的功劳，其实我也没帮什么忙。我看到你们姐俩相处的这么好，我也能安心的给你上族谱了。过上了族谱，你就要改姓白，以后白家就交给你们姐俩了。谢谢二叔。眼看就到沈西薇这个小畜生的生日，我绝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轻易继承白家。上次因为去赤影酒店帮姐姐，宁晨州的恶行还没来得及打完。他这么有钱吗？
上次寿宴后，白二叔就不允许白家再跟宁晨州合作。宁晨州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听说我们公司不是快破产了吗？可是你们看，宁总手上戴的那块表，价值不菲啊。还有苏董事身上那款包，LV家的最新款。我可是听说了，苏董事资产雄厚，这次逆势可能要起死回生了。起死回生？我看是要彻底死透了吧。沈西薇，你怎么还在这儿？还没有看到你遭到报应，我不舍得走啊。沈西薇，你怕是等不到那一天。有我的帮助，陈州只会越来越好。你拿什么帮助他？帮助他分担债主的拳脚吗？你这张黑卡是婉婉给我，没有限额。像你这种人努力一辈子，都碰不到这张黑卡边界。这不是我丢的那张卡吗？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什么你的？这张卡是婉婉家族特有的。听说这张黑卡全国限量2张，有一张呢是在周家太子爷手里，另外一张主人行事神秘，完全没有露面过。可刚刚白家小姐不是说这张卡是她的吗？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苏董事手里？沈西薇，我们同学一场，善意的提醒你一下，不要太虚荣，把什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难怪这两个穷三货买的都是小数额的东西，所以黑卡没有限额。苏啊，你如果真的是有钱人，这只手镯为什么要买最低配的普通款啊？哎，就是啊，就是。婉婉低调，哪是你这种暴发户能理解的？他在城南有一整座度假村，他的身价可不是你能比的。这么巧，姐姐之前也在城南送了我一座度假村。是啊，作为宁氏的股东，我今晚邀请各位来我的度假村玩，就当是团建了。哇，这也太好了！太好了！听说城南那个位置寸金寸土，度假村住一晚都要好几万呢，我们也太幸运了。谢谢苏董事带我们见世面，我们一定会为宁氏好好工作。沈西薇，你笑什么？这张卡的限额只能租1天城南度假村，看来不用我出手拿回黑卡了。怎么，西薇也想去啊？他这种土包子去了那种高档场所，别脏了地方。苏董事，虽然沈西薇是白家的女儿，但她10多年前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而且上大学都是靠贫困补助才完成的，跟您这种天生富贵命的人比，可不一样呢。是啊，穷人乍富的模样最难看了，没有见过世面，当然适应不了上流社会，对吧？够了，没关系，我为人大度，既然西薇也想去，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开开眼。多谢，但用不着。提前祝你有个好夜晚。宁晨舟自私贪婪，他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就会像疯狗一样报复。玉白，我已经确定好生日宴和订婚举办的场地了，就在城南姐姐送给我的度假村里。沈西薇，你不是说不来吗？怎么跟着我们偷偷溜进来了？你们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度假村呀？你的度假村啊？沈西薇，你魔怔了吧？这座度假村是在婉婉名下。还好我提前1天租下了这座度假村，才不至于在陈州和员工面前丢了面子。沈西薇，黑卡你要跟我抢，你不会连度假村的所有权也要跟我抢吧？财富这种东西是谁的就是谁的，没有人能抢走。我们可是苏董事刷脸带进来的，这度假村不是他的，还能是你的不成？给我点时间，我打电话问问帮我管理度假村的管家，
还管呀？沈西薇，演戏演上瘾了吧？沈西薇，让你进来已经是我格外开恩。你要是再在这胡说八道，别怪我让保安把你赶出去。喂，我说了，我今晚会来验收度假村的场地，为我的生日宴会做准备。为什么？有一群闲杂人等出现在我度假村里。好，我明白了，尽快派人过来。演完了，我看你手机八成都没开锁吧？我的管家说他马上过来处理。还有，管家说因为他的纰漏，不小心把度假村租出去了一天，所以在0点的时候，度假村的密码锁会更新。沈西薇说的跟租给我度假村的人说的一样，他该不会真的是这家度假村的主人吧？这种高档场所，密码锁都是一天一换。沈西薇，你想冒充这儿的主人，也要动动脑子，想个好点的理由。算了，陈州，像他这种虚荣的人，满口谎话，别打扰了我们的兴致。我们赶紧进去吧。我警告你啊，一会儿参观完了，赶紧给我滚出去！要是再让我看见，小心我对你不客气。等到今晚，我倒要看看，一会儿是谁该滚出去。这个地方好，生日宴的时候可以放我和姐姐的合照。这里呢，就勉强放我和周玉白的吧。沈西薇，谁让你来这儿？沈西薇，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我组织宁氏员工团建的地方，你又不是宁氏的员工，跟着来凑什么热闹？怎么打人啊？你怎么对别人东西占有欲这么强啊？沈西薇，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哪有半点世家千金的优雅？我告诉你，无论你怎么发疯，我都不会再多看你一眼。光打他忘打你们是吧？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我放着好好的周家太子爷不要，会自降身价来你面前发疯吗？沈西薇，你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呢？苏董是好心带你来见世面，你居然动手打人！难怪我们宁总看不上你，像你这种泼妇，哪里比得上苏董事一根小拇指啊？哼，他性格和家世都比不上苏董事，可不就破防了吗？真是忠心的狗腿子！你们是不是想帮你们老板分担火力呀？你们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他自己就一个人，而且这是晚晚的度假村，无论我们在这对他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这样吧，你们谁打他一巴掌，我就把这个古董花瓶送给谁。你上吧。完了，租赁合约上写的一清二楚，若有损坏，我要照价赔偿。沈西薇，在我的地盘打砸我的东西，你当我是好欺负的呀？你这浑身上下，也就这根破链子值什么钱？不如就拿它抵了这个花瓶吧。你敢？这是白家传家宝，一根项链不买几万个刚刚那样的花瓶。你什么意思？你是在骂我的东西不值钱了？苏婉，这里头哪样东西是你的？我砸我自己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敢左右？不要！现在知道怕我，可惜呀，今天周绿白和白希瑞都不在，没有人能救你。谁敢动我未婚妻？谁敢动我未婚妻？姐，他们弄坏了你给我的传家宝。穗穗，都好了，别溅你一身血。万万别怕，这个度假村是你的，
我们站里。我白家的产业什么时候成了你们的了？西西，沈西薇已经够无理取闹了，怎么你也变成这样？这个度假村明明就是婉婉的。这个度假村是你的？没错。跟我面前撒谎，找死啊！哇，姐姐好帅啊！对对，老公帅不帅？好讨厌气爆的。西西，斗不过婉婉的，家底比你雄厚。蠢货，合同拿来。你所谓的家底雄厚，就是连一个助学贷款都还不上的人吗？这怎么可能？他明明买下了宁家60%的股份。那60%的股份，我早就跟你说过，那是我姐姐买下送给我的。可你偏偏像中了邪一样，认定苏婉就是大股东。那张黑卡呢？黑卡又是怎么回事？捡来的。你这个贱人，居然敢骗我！我白家的地界，轮得到你动手？姐，这是我调查到的宁晨舟贪墨我们公司财务的具体数据，宁玉珠也参与其中。宁玉珠心思缜密，我守了那么多年都没抓住她的把柄，你一找就找到了。看来你比我更适合担白家人的担子。不，这都是我当初跟宁晨舟在一起时候偶然听到了他跟宁玉珠的秘密谈话，不然我也不能这么精准的找到这些的。你这个贱人！把这些东西连同这个废物一起送进警局。至于他，以盗窃罪起诉，让他牢底坐穿。西薇，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们两姐妹才是我最爱的女人，我就是太爱你们了，难以抉择，这才走了歪路。哎呀，快带走吧！盐度最渣女，呛得我都要吐了。起来，不是，放开我！走，我走。西薇，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走。你想吐？是不是划伤了？我也想吐，赔一个。姐，宁玉珠也不能放过。其实，放心吧，在我来之前，我已经告诉他宁氏破产的消息，他已经被气成植物人了。还害我故意走丢，也算是罪有应得了。你说什么？这几天晚上，我总梦到小时候的事情。爸爸葬礼那天，你跟叔伯们去吊唁，是宁玉珠把我哄骗出门，把我遗弃的。畜生！早知道我就应该趁他清醒时，让他也尝尝和宁晨舟亲人分离的滋味。好了，姐姐，我们一家三口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是吧？走了。西西姐，你有没有觉得3个人有点拥挤？我也觉得，那你别当我和岁数的电灯泡了。怎么有2条啊？翠翠，上次你穿了西西姐给你定制的，这次我们订婚，你该穿我选。不行，你直男品味太差了，岁岁必须穿我的。我这可是找国外工匠精心定做的，这上面全是南非的钻石。俗不可耐，这条婚纱可是我自己亲自设计的，
就这裙摆，我可是用了1克千金的丝绒纱。我不管，今天是我和穗穗的订婚宴，必须得穿我选。要是我今天不同意，也可以不订，穗穗必须穿我的。唉，真是甜蜜的苦恼啊！必须穿我的。不过这种苦恼，我愿意天天都有。你们呢？